你可以想象那种巨大的撕裂感，前一秒他可能还在镜头前演绎着当引擎的轰鸣声撕裂沉闷的雨幕，轮胎在积水的赛道上卷起半人高的白色水雾。85号赛车如同一头在泥泞中挣脱束缚的猎豹，以一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切入弯心。头盔之下，那双紧盯着赛道边缘的眼睛里没有丝毫犹豫。这不是某部好莱坞动作大片的拍摄现场，而是真实发生在国内顶级赛车赛场上的残酷角逐。当方格旗挥动，85号赛车最终定格在组别第3名的位置。车手摘下头盔，雨水混合着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他是王一博在这个流量更迭如走马灯，人设崩塌只在瞬息之间的娱乐圈，一个顶着顶流光环的年轻演员，在暴雨如注的赛道上拼下了一个实打实的领奖台席位。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赛事获奖，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宣言，狠狠击碎了公众对于明星跨界长久以来的刻板偏见。今天，当我们拨开粉丝狂欢的表象，去审视这场雨战背后的物理法则、时间博弈以及心理较量时，你会发现，王一博所诠释的，远不止于热爱这两个被用烂了的字眼滤镜失效的赛道。当玩票遇上硬核，在内娱的生态链里，跨界早已成为一门心照不宣的生意。我们见过太多明星将极限运动、小众爱好乃至专业竞技包装成自己努力、全能人设的点缀。他们去滑雪是为了在雪地里拍一组唯美的写真，他们去冲浪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松弛感的生活态度。这种体验式的跨界，本质上是浅尝辄止的消遣，一旦触及到需要真刀真枪拼杀的专业领域，往往会露出惬意，最终沦为公关稿里自我感动的努力。然而，竞技体育，尤其是赛车运动，是一个极其冷酷的领域。在这里，没有滤镜可以修饰卷速，没有资本可以买通遥测数据，更没有粉丝的控评可以改变赛车在弯道中的物理极限。赛道是一条绝对的公平之线，它无情地过滤掉一切虚妄的光环。王一博选择赛车，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。他没有选择去跑一些娱乐性质的表演赛，也没有在组别上挑挑拣拣，而是实打实的注册、训练、参加正规职业赛事。这次在恶劣天气下斩获的组别第3名，就是在这种硬核规则下诞生的。他之所以引发全网震动，正是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，在绝对的实力和客观的成绩面前，所有的偏见和质疑都会显得苍白无力。他用轮胎在赛道上留下的橡胶印记，狠狠地擦去了外界贴在他身上的玩票标签。雨战修罗场与碎片化的奇迹，要理解这个第3名的含金量，我们必须先还原当时赛场的客观条件。那是一场堪称修罗场的雨战，对于非赛车爱好者来说，下雨可能只是意味着视线不佳。但对于车手而言，雨天赛道是一场与死神的贴面舞。赛道积水会导致严重的水滑现象 hydroplaning， 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急剧减少，抓地力呈现断崖式下跌。在高速状态下，哪怕方向盘多打了1度，或者油门多踩了1毫米，赛车瞬间就会失去控制，以几百公里的时速撞向护栏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车手不仅要对抗恶劣的视线，更要对抗人类面对失控时本能的恐惧。每一次重刹，每一次跟指动作，每一次在失控边缘的救车，都需要极其恐怖的专注力和千万次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，而这正是王一博面临的最大挑战，也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。作为一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演员，他的时间是被切割成无数碎片的。全职车手拥有完整的冬训、夏训，有大量的时间在模拟器上寻找车感，有充足的里程去测试赛车的调校。但王一博没有，他只能在剧组连轴转的通告间隙，在深夜收工后的疲惫中挤出时间去训练。别人的悲欢离合，后一秒他就要换上防火赛车服，在轰鸣的引擎声中寻找刹车点。这种碎片化的训练模式，在赛车这项极其依赖手感和连续性的运动中，几乎是致命的，但他硬是靠着一种近乎自虐的死磕精神，弥补了时间的劣势。排位赛中，他跑出了个人最快圈速，这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努力就能概括的。这背后是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，在脑海中无数次模拟赛道走线的结果，是他在有限的实车训练中，将每一个弯道的 apex 弯心位置刻进骨髓的执着。当暴雨倾盆，当其他车手因为抓地力下降而小心翼翼时，他凭借着早已形成条件反射的肌肉记忆，在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这个第3名是他在时间缝隙中硬生生抠出来的奇迹舆论场的多维透视、流量与实力的博弈。当然，伴随着成绩而来的是舆论场上错综复杂的声音，这也是作为公众人物必须承受的代价。粉丝群体的狂欢是必然的，
在他们眼中，偶像在风雨中拼搏的身影，完美契合了他们对励志的所有想象。第3名的成绩是对偶像实力的最高背书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奔走相告，将这份荣誉视为自己的骄傲。然而，在粉丝的狂欢之外，更多理性的声音和专业的车迷给出了更为客观的评价，这也是这次事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。一些曾经对流量明星抱有偏见的路人，在看到赛事数据和车载镜头后，改变了看法。他们意识到，赛道上的成绩是无法依靠名气换取的。在赛车运动中，赛车的质值、刹车点的延迟、出弯的油门开度，这些遥测数据 telemetry 是骗不了人的。王一博在雨战中的走线之精准，对赛车极限的把控之老道，证明了他具备了一名成熟车手的素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比赛打破了资本操控的阴谋论。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，规则是铁面无私的。所有车手遵守统一的竞赛规则，赛车要在同样的重量、同样的排量限制下竞争。没有人为他修改成绩，没有裁判为他网开一面。他能在高手云集且天气极其恶劣的组别中杀出重围，靠的是实打实的驾驶技术。这种去流量化的客观评价，对王一博来说，比粉丝的盲目吹捧更有价值。它标志着他在赛车领域真正获得了专业圈层的认可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爱赛车的明星，而是车手王一博。流量为他带来了最初的目光，但最终让他留在赛道上的是他在方向盘后展现出的硬核实力，重新定义热爱，在喧嚣中守住纯粹的自留地。这次获奖不可避免地再次将热爱这个词推到了大众面前。在当今这个快餐时代，热爱似乎变得极其廉价，它常常被等同于兴趣，等同于3分钟热度，等同于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的借口。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热爱的口号，却很少看到有人愿意为热爱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王一博用他的行动重新定义了热爱的沉重与昂贵。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发在朋友圈里的精美9宫格，也不是浅尝辄止的自我感动。它是忍受枯燥，是面对瓶颈时的自我怀疑与挣扎，是即使知道可能会受伤、会失败，依然选择义无反顾地踩下油门。在王一博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难得的特质，踏实与纯粹。他没有把赛车当作博取热度的噱头，没有因为自己是明星就要求特殊待遇。相反，他把自己放得很低，低到泥土里，去吸收赛车运动的养分。他持续参与正规赛事，不断研究数据，不断突破自己的圈速记录。这种对热爱的极致追求，其实也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。无论是作为舞者时对每一个动作细节的抠索，作为演员时对角色内心的深度挖掘，还是作为车手时对每一个弯道极限的试探，其底层逻辑是高度一致的。那是一种对控制与突破的极致渴望。在舞蹈中，他追求对身体每一块肌肉的绝对控制；在表演中，他追求对角色情绪的精准拿捏；而在赛车中，他追求的是在失控边缘对赛车的完美掌控。赛车，这种将人类反应极限和机械物理极限结合到极致的运动，恰恰是他释放这种内在渴望的最佳出口。在多重身份中游刃有余，并不是因为他有超能力，而是因为他拥有极强的专注力。在片场，他就是演员；在赛道上，他就是车手。他能够在不同的频道间无缝切换，并在每一个频道里做到极致。这种在极限运动中不断突破自我边界的拼搏精神，正是他能够持续吸引大众目光，跨越圈层产生共鸣的核心所在，超越名次，驶向更远的地方。竞技赛场永远充满变数，一场比赛的排名并不能定义一个车手的全部实力，更不能定义一个人的全部价值。有人期待王一博在未来能够冲击更高的名次，甚至拿下冠军，这当然是美好的祝愿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对于他而言，享受热爱的过程远比最终的成绩更重要。其实，名次只是阶段性的结果，是外界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数字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塑造了一个怎样的自己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财富。当85号赛车驶过终点线，当领奖台上的香槟喷洒而下，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。明天，太阳升起，他可能又要回到剧组，面对新的剧本和挑战，或者再次戴上头盔，面对下一条未知的赛道。王一博用这场雨战中的第3名，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的热爱，从不止于口头的爱好，而是需要用汗水、伤痛、专注和专业去浇灌的信仰。在这个喧嚣的名利场中，他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纯粹的、需要用汽油和橡胶气味来填充的自留地。引擎声终会平息，但人生的赛道还在延伸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第3名的领奖台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起点。
带着这份在风雨中淬炼出的从容与坚韧，无论未来驶向何方，他都已经握紧了属于自己的方向盘。而我们只需静静期待，他在这条名为热爱的赛道上驶出更精彩的轨迹。